2020年1月23号，还有2天就要迈入农历新年。武汉宣布暂时关闭机场、火车站等离汉通道后的。在我的邀请下，迪这个武汉人就这么来了浙江过年，而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平静安逸的小城会在2天之后变成疫区。以下是迪和大鱼的视频日记。2020年1月24日，到大鱼家的头2天，日子简直放松的有些不真实。吃喝，别收留我。打牌，兜圈儿，散步放风，放烟花，别人来了，我们上床睡觉。还有刷手机，看着一天天增长的数字。年纪轻轻看什么微博，被气死了吧？出街采购，超市里面基本上没有人戴口罩，就像在过一个很平常的年一样。一直到我们庆元都有一例了，你们别到处乱跑了。出门必须戴口罩，人多别去凑热闹。县城忽然爆出第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的消息，新年的钟声就这样被打乱了。要响应，挣钱不论多与少。治疗，对人对己都负责。戴口罩，勤洗手，测体温，戴口罩，勤洗手，少去测体温。你还记得17年前那件事吗？我只记得满大街都是消毒水的味道，你呢？我病号就持续高热，当时也5岁了吧，但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带上。这次我们决定去拍点什么。2020年1月28日，县城确诊病例增至3例，新增病例都是首例的密切接触者。本地的民警加大了聚集性场所的管理，我们争取到了前线拍摄记录的机会。我们现在在公安局门口。反正就是先劝导有人戴口罩。有口罩，他有说在阳台化妆的，是吧？口罩那种啊，我马上我就想拿着枪。哦。麻将馆不允许开，直接关掉了。数下来，喊你数下来，听懂吗？新疆4号了多少杆？疫情当下也不能阻拦他们搓上2拳，隔离好像会把大人变成小孩。扎堆在聊天，这里去看一下，平时的话这里老人也比较多，然后这里小店面也很。我说给，我不行，我想这同学我土地起，你带你们过一下，我过呢。那整啥的过了？你打你那个妈送家的了，门开的，那个我给你过了。别过了，你别过了啊！咋呢？你会打的吗？打给找人。我病，3病方就会打，我没打。听我。你把带完了吗？走到柜了，走到柜去嘛，然后去了看你温度。去不是家人。啊？上这里等啊！等一下，你弟弟会过来带你了。有。哎呀妈，给谁家去了啊？有。我给干，你给了我一个。啊，听我啊！你那是？哎呀，好有点慢。快打！你要帮忙我们是家，要帮我们是家，请你点慢呀。啊，还要那么？要那么？要那么调你那么没更新。别过一把啊！别过，别过。
大大小小的板条封锁了无数人的街区，有人像孩子一样迷路，有人困在原地想要逃离，而有人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里掰着手指等待团聚。2020年2月2日，沁源确诊人数增加3例，一部分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就被安置在前面这片山林的一个旅馆里。在这个一辆小电驴能到任意地方的县城，每一个数字都牵动人的心弦。沁源第一例，新窑的一个村民，他月经做生意，然后过年前回来之后走亲访友，他喝酒席，在酒席上杀了很多人。这里说是古有这里叫白山祖，又名万里林，是我们当地有名的景点，本该带迪来拍游客照的地方，而这次来和以往大不相同了。路不好走。哎，我感觉你的下巴带的也不对，你是自己把它撸起来了吗？那你这样就没有用，千万你到了里面就不能这样。山路盘旋着向上绕了一圈又一圈，气温骤降，气氛紧张起来。病毒喜凉怕热，而人类偏偏爱在严寒中抱团取暖。这里是疫区，70多个人关在上面，早上有一个武警呢，又拉出去了，怪感染可能。彻夜看守卡点的人们在路边燃木驱寒，看起来像某种古老虔诚的仪式，仿佛可以驱散寒冷的同时，也驱散病毒和恐惧。出于安全考量，我们只能在隔离点外进行简单的拍摄。我生活呢，就是县里设在白山祖镇的一个隔离点，里面的隔离人员呢，主要是和一名确诊病例有过接触的。到这个隔离点之后呢，有2名确诊病例。这里共有73名密切接触者正接受集中观察，民警医护寸步不离地守着。像我们的主要职责呢，就是在这里维护秩序。被隔离人员在这里时间待长了，怕情绪上有什么波动。就这么喊，就在下面喊。那有些人会就是听不到什么的吗？一直喊到他们出来，实在不行就是上去敲门了。要么喊你都不给啊！有时候他在那里录着牛，叫上流干。家里爸妈反正也很担心嘛，每天打电话。然后和小孩的话，就只能是通过手机视频。喂，你们家了吗？看守结束的话，如果允许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回家。但是可能结束了之后，我们还是需要再待一段时间，因为要确定要排除我们自身的这个是否会被感染。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在这里也比较压抑，可能说起来也压力比较大。等待一个有关生命的宣判，它正在走来的路上，和墙里墙外的每个人都有关。这些本来在墙外的人没有撤退，反而站得更近了一些。2020年2月3日，沁源确诊达到7例。在我旁边的是我们县城的定点治疗医院，旁边就要临时建起来一座沁源版火神山。
这面简陋的墙分割了2个和时间赛跑的世界，墙的一边是直面病毒的博弈。清场了，好了，清场了，开始我们要，他们有一个病人要出来做检查。这里的每分每秒可能都是一个病人康复的希望。而一墙之外，近100名建筑工人从四处赶来，用10天的时间修建增补病房。还挺好吃的。你3点不要紧，不然你要不干我一送的，不干我也送不来是吧？我说的我是做不来。大家过来帮忙的，帮忙一下就好了。我们这边有义工或什么，我说那我也出来活动活动的。这都是我们也是自愿的，他们说这里是一线的，在这里抢救，很多我们这里。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自己被传染，也是没办法的，对吧？这个呀，不过总是事情总会好起来的。你们捐的是吗？可以不？刚才那个老板捐给我们的红色叶呢？伤口会生长愈合，渣土里会砌起楼房。事情总会变好，背后是废墟里人们的举措。这片土地上有什么消逝了，也有什么正在重建起来。楼上的人们在窗台张望，河边的居民沿着岸堤踱步，路人行色匆匆，都钻进夜幕里。我们也该回家了。上车。回来了。这是谁呀？这是谁呀，小宝贝？我们在看你娃，你娃怎么还没到？我为什么还没到？看见姐姐了吗？还没来。我们赶紧去放烟花。你看到我你好漂亮啊！撒娃为继续流淌，我念故事为听面奶一样。爹、喝、采购、奶爸、做功课。不想做。快弄弄。桑不放风。我们要伤感约会，大口呼吸，尽情狂欢，肆意拥抱。只是当一切回归正轨，还要记得偏离的代价。谢谢你看到这里，我和迪现在已经回到上海的家里。这一次拍摄对我们都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既是观察者，也是故事里的人，而我们这样个体的故事、个体的视角，也值得被记录下来。然后我们这次团队一共拍摄了3支片子，上集讲的是在日本购买口罩的人，下集是讲春节期间被困守在上海的人。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去看看那2支片子。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度过这次疫情，然后真的像片子里说的一样，希望一切真的都能够更好。